我被找回家后3天都没说话，叶宝珠以为我是个哑巴，对我疯狂输出。殊不知这是院长对我的叮嘱，他怕我回叶家第1天就因为毒舌被赶出来。所以在认亲宴上，叶宝珠再次巴巴的时候，我开口了。姐姐在孤儿院吃了那么多苦，回来3天了，一句话都不肯说，是不是嫌弃宝珠占了她的位置？如果姐姐容不下我，我明天就搬走。这真千金是个哑巴吧？太上不了台面了。你见过你亲妈吗？你会说话？我见过，她跑来找我下跪，把头都磕破了，求我不要把你赶出叶家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她得了艾滋，她怕你离开叶家，她就没钱治病了。宝珠，你穿的这么光鲜，你有给过她1分钱吗？我没有，我不知道。你这个乡巴佬，给我适可而止！胡说八道！你想干什么？想打我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对我动手？啊！我的头！长得这么丑，智商还低，我怀疑你也不是亲生的。不如你也去挂个号，做个亲子鉴定，刚好和你表妹一起拼个团。放肆！若养你的人家没教过你规矩，那我今天就好好教教你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想怎么教我。叶家对你是有亏欠，但不代表你能随便欺负你妹妹。你回来3天，叫过我一声奶奶吗？连最基本的礼貌都不懂。今天我就好好教教你规矩。你养过我1天吗？就想跟我摆长辈的谱？你这个逆女！孤儿院院长被我砸成脑震荡，我才肯叫他一声爷爷。要不老太太你也让我砸1次，我就叫你一声奶奶，如何？你敢！奶奶晕倒了！速效救心丸3粒。担架准备，1、2、3，起！方思婉，我不管你是在外面给他买房子，还是送出国，我不想在叶家再看到他。妈，您这是什么话？我会好好跟小空聊聊的。聊什么？他根本不想认我这个奶奶，也不想认你这个妈。我可没说不认我妈，我只是不认你罢了。毕竟我妈还没亲口说过，叶宝珠才是她的亲女儿呢。怎么样，你也要学那个老婆婆，说叶宝珠才是你的亲女儿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我的确应该承认是我来错地方了。妈妈，小空，你不要对宝珠敌意这么大，我们毕竟养了她20年，就算没有血缘。赶走，给我把他赶走！他不认我，叶家也不认他，把他赶出去！爸爸，都挤在这里干什么？海川，我是惹不起你这个新女儿了。这个家里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。你要是干她，留在叶家，等着给我收尸吧！去隔壁。过来。叫叶空，谁给你起的名字？为什么叫这个？叶是叶子的叶，因为我被放在孤儿院门口的落叶堆里，所以院长爷爷给我起了叶姓。空是天空的空，爷爷希望我能成为天空一样广阔而宽容的人。好名字，那我以后叫你空空，还是小空？你可以叫我11。这又是为什么？我是孤儿院收养的第11个孩子，大家都叫我11。你现在不是孤儿了，按照顺序，你也是叶家的小三儿。难听。那还是空空吧，挺可爱的，很像在喊孙悟空。我看你闹事的能力也和孙悟空差不多。我必须告诉你，叶空，你奶奶非常非常喜欢叶宝珠，而且她年纪大了，受不得刺激，所以哪怕看在你奶奶的份上，我们也绝不会轻易把宝珠赶出叶家。我也必须告诉你，我非常非常讨厌叶宝珠，还有那个老奶奶。如果在我和他们之间，你选择他们，那这个爸妈我不认也罢。你以为我很稀罕叶家吗？不要把这种选择说得这么轻易啊，孩子。你口中的老奶奶是我的母亲，
叶宝珠即便和我没有血缘关系，也算我和你妈妈的养女，20年相处，就是宠物都有情分了，更别说是人。你想要我们在你们之间无条件选择你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虽然不稀罕叶家，但既然选择来了，就说明叶家一定有你想要的东西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自己来拿呢？你妈妈是很爱你的，这一点不要怀疑。我说大哥，老太太都把话说得那么严重了，你还打算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？这是你二叔和二婶，认识一下。可别，老太太都当不了这丫头的奶奶，我更不敢当她的二叔了。你说的是，你长得就不像跟我有血缘关系。哥，不是我们对这孩子有意见，是他的规矩真的没学好，今天就把老太太气晕过去2次。我看你刚才那意思，这就要把宝珠当养女了。瞧瞧，如珠如玉宠了20年的孩子，一知道没有血缘关系，立马就要撇开了。这要不是有个老太太心疼，只怕我们珠珠现在就已经不是叶家人了。弟妹，你说什么呢？珠珠，你可别多想，还是看看，大哥大嫂，不管你们如何，老太太可是发了话的，这个家里有她就没有叶空，有叶空就没有她。你们要是真的想看着老太太离家出走，就尽管把这孩子留下。要我说，还是先把叶空送走吧，等过个3、5年，学好规矩再回来也不迟。既然叶家有这个打算，那正好，不如让我把我的未婚妻带回温家。你的未婚妻，谁？当然是叶三小姐，叶空。你承认这桩婚约了？从来都没有否认过。哼，不对吧？从你成年起，两家就时时提起这桩婚约。温大少爷，你可是每次充耳不闻，我还以为这婚约要就此作罢了。叶叔，有些话我不想说的太直白，你看呢？那怎么行？就算两家有婚约，我们叶家的女儿不能这么轻率地住到温家去，这不是让人看不起吗？叶空刚回叶家，当然要住在家里才行。你听到了？之后的时间我们多多相处吧。豫州我还算熟，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，可以找我给你当导游。你确定？好了，今天这场宴会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，叶空回房休息吧。他怎么敢？他明明是个乡巴佬，他怎么敢这么做？小姐，老太太醒了，让您去陪她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宝珠小姐可以说是老太太一手带大的，情分就连大小姐和二少爷都比不上呢。想来以后的日子，老太太也都离不开她。你们叶家的佣人话都这么多吗？一大早就倒人胃口。是你运气不好，碰上了话最多的那个，是吧，罗阿姨？你倒是睡得挺好。先来叫声哥哥听听。先来叫声哥哥听听。你先叫声妹妹听听。这么肉麻？我对叶宝珠都是直呼姓名，凭什么叫你要这么亲热？大概因为我是亲生的，而叶宝珠是个假货。猪，奶奶，您多大年纪了，还想在楼梯上追人？你这个讨债鬼，怎么还赖在叶家不走？一口一个假货的叫谁？我说谁是宝贝，谁才是宝贝！我要你现在就从叶家滚出！奶奶，您别太激动了，小心又发病。老夫人，慢些。叶空，我是叶空，我叫叶庭初，是你的姐姐。姐姐，什么意思？双标是吧？你考虑过老人家怒急攻心之下有可能会从楼上摔下来吗？没有。那你以后最好想一下。本来还做了老太太最喜欢的餐包，谁知道是白做。我说有人一大早就把老人家气得躺下了，怎么还能高高兴兴吃饭？早餐不是让人端进去了吗？还有宝珠陪着他呢，妈也没怎么样。哦，亲孙女回来第2天就被气得不想上餐桌，这还叫没怎么样？宝珠多可怜啊！亲女儿刚回来就立马把宝珠的位置给她了，宝珠呢，餐桌上不得。大嫂，你们做父母不能这么偏心的。二婶，是早餐没做好吗？您还有空跟我妈聊天？怎么，我在家是不能说话了是吧？庭初，你平时挺拎得清的，怎么你也站叶空那边啊？就这么冷血？二婶，我爸还没说话呢，
轮得到你来教训我姐吗？叶真，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来了个亲妹妹，都被传染了不懂礼貌的毛病是吧？谁能看得顺眼啊？刚回来就大闹天宫，真当自己是孙悟空了是吧？大嫂，要不是你在妈那里出馊主意，让我们隐瞒真相，对外声称2个都是亲女儿，哪里会闹出这种事？什么叫隐瞒？养女也是女儿啊！原来是你的主意。三小姐是找您的，说是温灿温少爷。他有什么事？温少爷问您想不想出去玩，他给您当导游和司机。是谁？是若薇他们说开了一场正式见面会，想认识一下空空，我帮你拒绝，你放心和温灿去玩吧。什么？温灿约了那个乡巴佬？不行，不许他去！叶宝珠，你必须把那乡巴佬给我带过来，否则你就别想再参加我们的聚会了。杜家这女儿也太过分了，怎么能一口一个乡巴佬的喊空空？空空，咱们不去就不去，谁为什么不去？他都这么说你了，你还要给他面子？正因为他都这么说我了，我不得亲自去狠狠扇他几巴掌啊！告诉温少爷，我今天要去参加见面会，地址发他，让他当司机陪我去。是，三小姐。少动手。你闹事的本事不小，你演戏的本事也很不错。你对叶家有什么企图我都管不着，但唯有一点，不许给叶婷出添麻烦。叶家小辈惹出的麻烦，最后都得由叶婷先去解决。我恰巧很讨厌这一点，所以你以后最好别惹事。告诉我，能做到吗？妹，原来你是个解控啊！你就说听懂没有？哦，听懂了。好歹也是亲妹妹，这是给你的见面礼，里面有200万，拿去当零花。我自己赚的，跟家里没关系。你什么眼神？怀疑我？你知道我身价多高吗？年纪轻轻的，你总不会不认识我吧？我一句话都没说，你自己脑补这么多。那你说说，你到底在哪儿知道我的？朕与 CP 疑似再度分手，算我看过连载时间最长的爱情电视剧，你演得很不错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里面有500万，拿去当零花。你才20岁，还在上学吗？什么学校？北城大学。是北城那个北城大学吗？我们国家还有别的北城大学吗？学什么？美术和心理学双修。暑假快结束了，打算什么时候返校？不返校，我申请了玉山大的交换生，下学期留在豫州。那很巧，宝珠也在玉山大，待会儿去参加聚会，有不懂的可以问宝珠。如果在外面惹了麻烦，也可以找宝珠帮忙。看来你真的很讨厌叶宝珠。我不该讨厌他吗？不论该不该，我都建议你不要讨厌他。有奶奶和妈妈在，你不可能把他赶走。讨厌他只会让自己憋屈，可我不觉得憋屈。这世上没有人能让我憋屈。还是你们觉得有我在的叶家，叶宝珠还能待得快活不成？三小姐，温少爷的车到了。放心吧，真正憋屈的人，怎么看都不会是我。拜拜。温少爷，你打算让别人坐我身边吗？我的未婚妻。也是，我嫌他晦气。姐姐，温少爷。品酒厅在主楼里面，宴会厅在后面，再往另一边走就是酿酒区和地下酒窖。这边地方很大，第一次过来很容易走错，你们跟着我就好了，我对这里熟。我以前经常陪若薇过来，这里的品酒室、收藏室还有后面的露台我都去过。虽说是杜家的酒庄，但其实是若薇的私人财产，他人很好的，你待会儿看了就知道了。谢谢。如果不是知道你在叶家长大，我都要以为你是杜家的佣人了。好厉害啊！希望你可以尽快加深对我的了解，这样你就会知道，白捡了我这样的未婚夫是一件多么荣幸的事。我只是很烦装逼的人。腿没事吧？谢谢关心，不过有我在，就不用这位小姐帮忙了。叶小姐占有欲很强啊，你说的没错。
新人，刚才这首曲子你能点评一下吗？哦，忘了你是在孤儿院长大的，你认识那些乐器吗？你要不也加入我们的演奏团吧？不会乐器也没关系，可以拿三角田。三角田你知道是什么吧？杜大小姐可是公主，你哪怕是成为公主殿下的女佣，也会在这个圈子获得无上的地位哦。不是你的公主求我来的吗？舔狗先生。你说谁是舔狗？今天你不来点厉害的，让我们大开眼界，你就得为你刚才的话向我下跪磕头。现在你觉得我的唢呐够厉害吗？我说新人，你是不是有点太嚣张了？恭喜舔狗先生能得到公主殿下的维护，你应该又能努力舔10年了。你个土包子，别太过分了！一口一个土包子的叫我的未婚妻，你们是不是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？怎么，温少爷这是真把这个土抛？就算叶家还没有给他唯一的身份，她也是我温灿认定的唯一的未婚妻。还是说你们觉得叶家的大小姐比不上我温家的准夫人来的尊贵？走吧，以后这样无聊的聚会就别再来了。你拉着我，我要怎么给你推轮椅？你不能单手推吗？姿势会很扭曲的。那你就双手推。我不想，还是你单手自己转轮子吧。早知道我就换智能椅了。所以为什么不用智能椅呢？老式轮椅要人推，比较气派。不会吧，温灿真的看上这个土夜空了？说了要给你当导游的，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难怪人人都想要权力和金钱。如果能每天都站在这高度俯瞰人群的话，的确很容易飘飘然吧。你呢？你也想要吗？如果说不想要，岂不是显得我太清高了？看来你的确很清高。或许是我想要的东西远比这些更难得。二位请慢用。突然想起来，你比我小了快7岁，还是个小孩呢。你会和小孩成为未婚夫妻吗？我已经到了可以跟你接吻上床的年纪了。我建议你最好不要轻易和男人说起这些话题，容易招惹变态。可你不是个残废吗？你再说一句，我就让甜点师往你的冰激凌里加洋葱。好恶毒的大人！拿着这张卡，整个豫州市的知名甜品店，你都可以无限量免费享用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说吧，就算是要拍亲亲照发朋友圈也是可以的。你这么没有骨气，让我很心慌啊。你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叶家，甚至不惜和我这个陌生男人订婚？你想在叶家得到什么？人人都有的东西，我一定要得到。你指的应该不是叶家的财产和你叶家千金的身份吧？你说的是父母和兄弟姐妹。你真的以为这些一定是好东西吗？如果昨天我没看错，你爸爸妈妈好像并没有完全站在你这边吧？那又怎样？我只是想得到我本来就应该拥有的一切，不管他们站不站在我这边，我一定要得到。既然你们都不听我的，那我这个当妈当奶奶的继续待在叶家也没什么意思。海川，你另外给我找了个房子，让我带着宝珠住过去，总好过留在这里被你们的宝贝女儿气死。妈，都怪你到处惹事，我才刚到公司就又被叫回来开会了。开什么会？看了还不明白吗？家庭会议，讨论你的去留。奶奶，您是叶家的主心骨，您怎么能走呢？姐姐不喜欢我，我走就好了。这怎么行？我们宝珠从小如珠如玉的长大，他们不管你，任由你被夜空欺负，奶奶哪管？我没有被姐姐欺负，姐姐在外面受了苦，妈妈弥补她是应该的，都怪我舍不得爸爸妈妈哥哥姐姐，才死皮赖脸的待在家里。你留在叶家不需要死皮赖脸，你永远都是妈妈的女儿，也永远是我妹妹，没有人会赶你走。是啊，珠珠，你姐姐虽然冷淡，但心里一直都很关心你。怎么，
吃醋了？如果我真的会吃醋就好了，我就是为此而来的。妈，您就别生气了，实在不喜欢小空，您就当她不存在。哼，我能当他不存在？别人呢？今天才第一次出去，就把杜家和李家得罪了，不出1个月，叶家就要因为他颜面扫地。是啊，到处树敌终究不是好事。叶空要是把少爷小姐们得罪光了，将来咱家还怎么谈合作？我不允许他继续留在主宅。不是考上北城大学了吗？叫他去北城上学，抽个管家去教他规矩，什么时候学好回来？谁再有异议，我就带着宝珠离开。你真的不吃醋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带着小空搬出去住吧。你什么意思？连儿媳都要搬出去？你要让别人以为是我这个老太婆容不得人吗？我没这个意思，但要我和刚认回来的亲生女儿分开，绝不可能。你在威胁我？那是不是我一辈子不想看到她？你要干脆跟海川离婚？奶奶，先生，太太，慌什么？温少爷来了。这个即将启动的100亿级项目缺一个最大合作方，不知道叶家有没有兴趣？这么大的蛋糕，你怎么可能自愿分给我们？说条件吧。条件很简单，我要我的未婚妻以叶家2小姐的身份一直待在叶家主宅，或者搬去我家。是不是你把她叫来的？才刚回家2天，就把心思全放在男人身上，就指着男人给你撑腰是吧？妈，你以为拿个项目做幌子就能给她撑腰？我老太婆今天就在这儿做主，叶家和温家的婚约就此作罢。你给我带着这个没脸没皮的女人滚！妈，既然在你眼里我的孩子这么不堪，那我就和他一起从叶家滚蛋。谢谢您这些年对儿媳的照顾，抱歉以后不能再尽孝了。鞠躬，有没有点晚辈的样子？至于离婚，离就离吧，我会准备好协议书的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收拾行李。好吧，既然我的未婚妻都不是叶家人了，合作案自然告吹。不过您误会了，我愿意为叶空做这些，不是因为他是叶家人，而是因为他是叶空。等以后我们结婚，欢迎各位以客人的身份前来祝福。你老婆什么意思？要为一个黄毛丫头反了吗？是您要为一个黄毛丫头把您儿子变成光棍了。奶奶，我可不想这么大还要经历父母离婚，到时候网上人人都要说您刻薄，说您容不下亲孙女，您受得了吗？管家，送奶奶回房。宝珠，你去照顾奶奶。爸，您看温菜那份合作案是真心的吗？他那么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鳄鱼，居然会真的愿意让利给我们？您看他对叶空……合同很完整，但他不会做没有好处的事，再观察观察。那妈妈那里？离婚是不可能的，想都别想。你前几年不是把隔壁那栋别墅买下来了吗？先让你妈带着叶空住过去。你可真行，回家第2天就闹得爸妈离婚。你在笑吗？是吗？我在笑，可是为什么？我在笑什么呢？你这是真的不打算回家了？总不能是真想和我离婚吧？既然你妈妈都那么说了，我当然也是认真的。别的行李你帮我提下来吧，我拿不动。人到中年还要面临这种危机，真是……你只有这点行李吗？是啊，小空，你不是学画画的吗？话剧和画稿之类的，你没有带来豫州吗？我的东西其实很多的，但都还寄存在孤儿院里，我不确定能不能把它们带过来。有什么不能带过来的？你是我和你爸爸的女儿，我们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，把自己的东西放在自己家里，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啊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因为胆怯或者害怕才不敢带行李，我只是不确定这里到底是不是我家。换句话说，我不确定你们到底有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家人。我对家和家人的要求可是很严格的，不是我信任的人，不是我信任的地方，怎么有资格保管我珍贵的东西呢？哦，干嘛？我长大后还从来没人敢打我的头。成为家人是不需要资格的。我不知道你是在哪里学来的这些稀奇古怪的乖僻想法，但现在既然在我的地盘，我就不许你再这么嚣张的大放厥词，让妈妈伤心。妈妈伤心了吗？就算默认你的规则好吧，那你说说，你要怎样才能放心把行李寄过来？首先，不能住在叶家的房子上吧？如果哪天那个老太婆又要赶我走呢？这里是我的房子，在我的名下。还有，不许叫奶奶老太婆。就算是你的房子，你能保证你就不会有赶我走的一天吗？你看，你刚刚都打我的头了，你能拿什么保证你永远不会像老太婆一样赶我走？这房子我送给你了，房产证晚上给你。我看着像那种平白无故抢人房子的人吗？我又不是抢劫犯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转到妈妈名下吧。还有，除了我和妈妈，谁都不准擅自进入这栋房子。什么？叶空，你不要太过分！难道我来找我自己亲妈还得经过你同意？
妈妈同意也可以啊，我只是说你们不准不打招呼就自己进来，又没说开门权限在我一个人手上。你当我是要把妈妈囚禁起来的变态吗？我不和傻逼论长短。我要那间靠着大树的房子。可那棵树枝叶太茂盛了，不但阳台上经常堆满叶子，还会飘进窗户里来哦。没关系，它可以遮挡阳光。对不起啊，小空，妈妈还以为你会喜欢，所以之前在叶家给你选了那个向阳的房间。没关系，我原谅你了。姐姐，你快点把房产证给妈妈，我今晚就让院长帮我寄行李。臭丫头，你在指挥谁呢？还有，轮得到你来原谅妈妈吗？明明被叶宝珠和叶真砍了这么多年的姐姐，可为什么这一生却突然让我觉得有点不一样呢？就好像是第一次做姐姐一样。哼，我只想和妈妈2个人吃饭。叶真，你留着干嘛？我也想和妈妈一起吃饭，不行吗？还有，你爸爸妈妈姐姐都叫了，还叫得那么自然顺口，凭什么就只对我一个人直呼大名？你懂不懂礼貌？今晚要吃什么？一定要丰盛一点才行。不要装听不见啊！爸，叶真刚刚问的问题，我也想知道答案。花河县是个穷的全国闻名的小县城，后来得到了富豪的资助，好几家企业在那边开展了慈善事，江家就是其中之一。我想起来了，说到慈善事业，我记得花河县这个名字。爸爸，那个地方是不是还发生过别的事？当年轰动全国的那件事，关于福利院的那些女孩子。6、7年前，那个叫袁小七的画手连载了一部孤儿院漫画，起初全是温馨日常，可后来读者拼凑出了漫画下掩盖的真实原型——花河县孤儿院的黑暗交易。当年这事引起了上面的彻查，全国富豪圈轩然大波，连江家都受了牵连。当年调查结果显示，叶空所在的孤儿院不是那一家，那家孤儿院很穷，没发生过这种事。那就好。但是，小空这种冰冷、偏执，甚至缺乏常人情绪的性格，绝对不是在普通环境里形成的。我怀疑我得到的调查结果有问题，我会找人把他在花河山的过去重新翻个底朝天。你明明更喜欢和妈妈待在一起，而且在这个家里，你最讨厌的人就是我吧？你好有自知之明。这么讨厌我，吃饭的时候为什么非要点名跟我一起？反正没事干，给讨厌的人添堵，不是很有趣吗？叶真，你咋还没走？明天不是要早起吗？别天天熬夜。哎呦，就是住不动了。看来小空吃甜食不知道节制呢，以后我得看着你才行。以后你只能在早上吃甜品，别的时间全都禁止。好吧，如果这是得到家人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话。什么？没什么。姐姐，你要不要也跟我进公司当设计师？我可以带你一起工作哦。姐姐，你真的要和温灿订婚吗？他条件是不错，可惜啊，是个瘸子。其实要是他没出车祸就好了，说不定爸爸妈妈都不需要把你找回来了。到了今天，你还要说爸妈是为了不委屈你才找我回来的吗？叶宝珠，你到底在逞什么强？姐姐，我今天是来找妈妈做烘焙的，我们每周都有这样的共处时间，姐姐也要和我们一起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也是，看了都知道你是不准我进去找妈妈，我正愁破局很难呢，真是谢谢你主动把机会送到我手上。你千万不要来放我进去，你就这样一直旁观下去吧，最好直到我中暑，直到我晕倒在这里。宝宝，要吃水果吗？妈妈给你切。怎么了？有什么好看？那是猪猪吗？嗯。他在那里站了多久了？ 2个半小时。我不会真的死在这里吧？
他为什么这么冷静？他甚至不怕我死。猪猪，好烫，是中暑吧？快打给周医生！重度中暑是会要命的。你们也太不注意了，能把人逼到在太阳底下站晕过去，这叶小姐果然是个灾星啊！你给我出来！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才要问你干什么！我知道你讨厌他，可这不代表你可以虐待他，甚至想要他的命。你想折磨他？你想他死吗？不对，是他自己想死。谁不知道他在用苦肉计？可一旦危及生命，哪怕只有1%的可能，也应该阻止。这才是正常人的想法。她是爸爸妈妈养了20年的女儿，就算是条狗都养成家人了。你在干什么？当一个冷血的旁观者吗？和我有关系吗？昨天我就说过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准进来。我只是在执行我的规则，而你们违规了。你疯了吗？这是一条人命，自己都不珍惜的东西，凭什么要我替他珍惜？在你看来，我比他那种为了苦肉计而自己找死的人要正常吗？还是你以为我很善良？你知道你这样最痛苦伤心的人是谁吗？是妈妈。她很努力的想要靠近你，爱你，可你今天给她看到的是什么？是2个孩子互相残杀。这对一个母亲来说有多残忍，你明白吗？我上一次挨打还是在10年前，本来我是该10倍讨回来，但因为我们有血缘关系，抵消了。可也只有这一次，不要再对我动手了，叶真。我不是来求你们施舍亲情的乞丐，你没有资格居高临下的教训我。等他醒了就让他滚。还有，这种事如果还有下一次，我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。告诉他，如果不怕死，就尽管继续试吧。妈妈，我好像听到姐姐在说什么。你真的要一直住在这里吗？难道我以后想见你一面都做不到了吗？哥哥，刚才谢谢你，我差点以为自己要死了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在门外站那么久？我还以为姐姐一定会开门的。是吗？明明她在宴会上让你丢尽了脸，连奶奶都能气晕，你居然还觉得她会对你释放善意？宝珠，以前没看出来啊，你居然是个这么以德报怨的人。为什么连叶真都在挑我的刺？妈妈，你跟我回去吧，我真的很害怕，姐姐的性格太危险了。我只是害怕我美满幸福了20年的家会就此分崩离析。妈妈，我们以前明明很幸福的，为什么现在这么难？为什么？宝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妈妈，你同意跟我回去了吗？可是妈妈，我真的很担心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更要陪着他。珠珠，你口中那些幸福的20年，原本是该属于小空的。你们如果真的是为了我好，就别来给我添乱了。叶真，送他回去。听说叶宝珠被你虐待了，人都晕过去了。你生性不爱说话吗？好吧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每跟我多说10个字，我就让甜品师研发一款新式甜品，全部加入你的专属菜单里。我没有虐待叶宝珠，是她自虐，晒中暑了，记得数数，1周1结。好冷漠啊！我发了这么多句，他最多回了我30个字。感觉结婚的话，他会很擅长冷暴力。才认识人家几天啊，温少爷，这就开始幻想起婚后生活来了？你确定你只是把人家当工具人？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，我们是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。合作关系？你会去幻想人家对你婚后冷暴力？这很不正常吗？对你来说当然。看你这样子，我都开始对叶空好奇起来了。对别人的未婚妻感到好奇是很不礼貌的。你瞧瞧，这还算正常？你不知道我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人吗？哪怕只是合作关系，她暂且也算是我的未婚妻。何况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她有些眼熟，但这些那种普通的眼熟。重要的是，我已经向家里报备过了，我要在1年内举行订婚仪式。你爸的反应呢？会这么轻易就做出反应，我还用得着忍这么多年吗？不过没关系，他总会做出反应的。毕竟我的未婚妻杀伤力真的很大。不要再让你奶奶和叶空的关系恶化了。
除了可能真的把你奶奶气出毛病来，对叶空本人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。你应该不会想彻底失去奶奶这个保护伞吧？爸爸，血缘关系就这么重要吗？我教了你20年的爸爸，你居然为了他来警告我！比起威胁，我这更像是劝告。正如你所说，20年的相处做不得假，我才会希望你能有幸福的未来。你这么偏心叶空，你知道中暑也会死人吗？我今天晕倒前都在想，如果我能就此死掉就好了。还能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，说明你心里还有无限的希望，希望我，甚至所有叶家人都能选择你而抛弃叶空。我先把结果告诉你，不可能的。只要有我在一天，叶家就绝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。清醒一点，不要让你妈妈伤心。您就是孙院长吧？期待和您见面已经很久了。我是叶空的生父，叶海川。您就是孙院长吧？期待和您见面已经很久了。我是叶空的生父，叶海川。您叫我小叶就可以了。哼，来得真晚啊！像你这样的父亲，估计一辈子都得不到十一的信赖了。爷爷，十一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还想让他教我写字呢。那要看这个叔叔是怎样的人了。如果他是个好爸爸，十一可能很久都不会回来；如果不是，那十一很快就会回来了。叔叔，那你能当个坏爸爸？我们想十一回来。去玩吧。看来他在这里和在叶家差别很大。你不会以为他在孤儿院里就是个乖巧懂事的好孩子吧？院里就没有哪个小孩没被他弄哭过。这2个小孩1年之内被他用刻薄的评价说哭过不下10次。这里以前叫蓝天孤儿院，花之河这个名字是11起的。不要叫孤儿院，这里是我在花河的家，就叫花之河，意思是装满了花的盒子。忘了说，这也是11画的。为了证明他起的那个名字是最好的，他在整座孤儿院都画满了花朵。现在我们来聊聊吧。你突然一声不响地跑来这里，是想知道些什么？全部小空过去的一切经历。刚得知他身份的时候不来，偏偏现在来了。是十一在你家闹出了什么事，你没办法解决吧？其实就是发现自己掌控不了这个孩子吧？我不否认，如果叶空是个一眼就能望到底的孩子，我不用来这一趟。真是个傲慢的父亲。不过可惜，十一和平凡完全是2个极端。别说你，连我这个养了他10几年的人都不敢说完全了解他。10几年？您不是在他婴儿时期就捡到他了吗？我的确是最初捡到他的人，但在他7、7岁时，我儿子去世，我辞职离开了3年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11已经瘦得不成人形，也完全拒绝跟人交流了。是因为那些新闻？不是，和那些新闻没关系，是因为孤儿院里最常见的霸凌。在人群中过分特别的孩子，要么被众星捧月，要么被彻底孤立。11是后一种。可他太聪明，又睚眦必报，谁欺负他，他就10倍报复回去。他的手段让当时的院长和老师把他当成了可以随意欺凌的小怪物。一边是整个孤儿园的恶意，一边是无论如何都不肯低头服输的11。这样的斗争整整持续了3年啊！叶空，起床吃饭了，你再不出来，妈妈砸门了啊！你起不起床？我要数了，1、2。那个，妈妈做好晚餐了，快下来吃。你生气了？没有，妈妈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妈妈只是想让你出来吃饭。我洗把脸。你这些快递怎么都没收？要妈妈给你布置画室吗？要。宝宝对画室有什么要求？我想起来了，
我想要一扇能看到星星的窗户，最好是大一点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要多大都行。我们边吃饭边说吧，妈妈亲手下厨哦。我回来后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，才能让他重新开口叫我爷爷。他说他把你砸成脑震荡，才叫了你一声爷爷。这丫头怎么连这个都说了？反正我在她面前是没有长辈威严的。她小时候爱揪我胡子，搞得我后来都不敢留了。抱歉，看来她没让你少受苦。轮不到你来充她家长，我替她收拾烂摊子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她的存在呢。不过要说家长，我也是很不合格的。除了那缺席的3年外，在她14岁时，我还让她离家出走了一回。离家出走？整整1年，我找了她整整1年，死活没找到。最后是她自己回来的。叶总，明早公司还有会，我马上给您订回豫州的头等舱。取消明天的早会。那要订酒店吗？花河县只有1家5星级，设施不太好，需要提前雇人去打扫。不用了，今晚就住这儿。您确定吗？这边的住宿条件恐怕……我可以自己在这里住1晚吗？晚上我能在院里随便逛逛吗？哼，没有说话就代表同意了吧？小空昨晚睡得好吗？不认床吧？很好，不会。他怎么一点都不记仇？难道因为我是他亲哥哥？对了，小空，之前说好的和哥哥去片场玩，你还去吗？去啊。你什么时候去工作？今天就可以。我要去公司谈点事，应该能看到不少明星。你去吗？去。突然来公司做什么？今天又没行程。来看看综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。这位是我妹妹叶空，亲妹妹。既然来了，看看合同吧。还有件事，你得提前做好心理准备。童小雨也会去。童阿姨，你未免太高看你侄女在我心里的位置了。她的工作与我何干？你想出去逛逛的话，让小黄小蓝陪你去。想吃想玩，刷我的卡。哎呀，那不会是叶真的新女友吧？怎么可能？她和童小雨是真爱，拉扯5年了，肯定是家里安排的门当户对的大小姐，被家里人绑定给她的。好狗血，但我喜欢这剧情，怎么看小雨都是妥妥的女主。他们是真的分手了吗？是，不过真哥的分手一般不作数，这几年分了几10次了，大家都习惯了。他叫百川，是花草的 AC， 大老板指望他们全球爆红的。我突然觉得叶真应该来当爱豆才对，不管是脸还是发色，她来这一层毫无违和感啊。您不和他聊2句吗？只要说您是真哥的妹妹，公司里没人敢拒绝的。以后收助理一定要在合同上写明话少。叶真的助理怎么跟着你？难道你们老板终于有新女友了？专程挑我来的这天，带她来公司示威？不是，她不是真哥的女朋友，她是……你未免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，童小雨。在你看来，我带女朋友来公司，还需要提前确定你会不会来吗？你以为自己是谁啊？啊，是吗？那就最好了。希望这一次我们是真的彻底结束了。祝你和你的新女友百年好合。算你利用我的利息。其实当年真哥为了小雨，差点和家里断绝关系，离家出走，本来都快修成正果了。叶宝珠跑去找小雨放了狠话。他说什么了？童小姐，你知道我哥的起点在哪里吗？我哥的起点就是你费尽全力爬到现在的位置，衣服却还不如我家保姆的贵，看
开的车还不如阿姨买菜的专用车。我哥身边的女性朋友是什么标准？我说了你也不会懂。娱乐圈走到顶点，也只够资格唱歌跳舞以助兴。我哥永远坐在观众席第一排，漫不经心看你唱歌跳舞。你一定要把他从观众席拖到台上，和你一起表演，当猴子。他居然还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，我还以为他脑子坏了。您的感想就是这个啊？你不觉得他们很可怜吗？痛苦就分手不就好了？真哥不愿意放手，小雨也爱他呀，感情的事很复杂的。我不知道有多复杂，我只知道，如果这世上有人能让我爱上他，全世界的人都反对，对我们口诛笔伐，我也绝不会眨一下眼皮。我若爱一个人，哪怕我自己受尽折磨，也一定会让他感到幸福，绝不会让他误以为我不够爱他。所以他们只是不够爱，完全是自虐。我都有点想和你谈恋爱了。小寇，你要去看看吗？不去。怎么突然下这么大雨？我去找人借伞。跑吧。你怎么走路的？我哥不能感冒。原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一会儿没看着你就闯祸。是我妹妹冒犯了你，需要赔偿可以联系我。妹妹，亲妹妹，你居然真的有亲哥哥，不会还有亲爸亲妈吧？看来袁先生和我妹妹有些渊源。渊源，不如说是孽缘更合适。要不然，他怎么至今都不敢抬起头来看看我呢？你说是吧，叶十一？你说谁不敢看你？真的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想看我？好歹也几年没见了，你难道还是那么讨厌我？还是说，你不想借由我的脸想起那个人呢？这位先生，他叫过你哥哥吗？那不然呢？他不叫我哥哥叫什么？那你食言了？你说过这辈子只会有一个哥哥的，还是说人死了，说过的话就不作数了？你怎么搞得跟你哥关系很好的样子？要我提醒你吗？在他还活着的时候，你对他的态度有多恶劣？现在来我面前装好弟弟，是不是太装模作样了点？你知道吗？以前我们所有人都很好奇，叶十一的亲生父母到底存不存在？因为我们以为，像他这样的怪物，根本就不该是人类能生出来的。如果这世上真的存在他的家人，那也一定都是精神病。你可要小心一点了。上一个被叶十一叫哥哥的人，也是被他亲手害死的。你都认识的什么神经病？害我在外面淋这么久的雨，待会儿感冒了找你算账。你松开！松个屁！你感冒了我也会被妈骂死，你少害我！淋雨了，怎么回事？赶紧擦擦头发，喝点热姜茶，待会儿再上去泡个热水澡，可不能感冒了。爸，这都是你搞的？今天难道是你和我妈的什么奇怪纪念日吗？有些本来想种在院子里，突然下雨了，只能暂放客厅。看你湿淋淋的，像只小狗，赶紧听你妈妈的，去洗个澡。果然只有老二是最容易被忽视的。那你就是一只落水大狗，你也去洗澡吧。喏，帮你拿的。谢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叶空好像认识原野，今天撞到的时候，他态度很不好。他说，叶空是怪物。他还说，叶空害死过人，他曾叫那个人哥哥。爸，
你真的调查过叶空的过去吗？他以前到底经历过什么？行了，你先去洗澡，别感冒了。可是爸，去洗澡。我还以为你会两边兼顾呢，心里不好受吧？我本来也这样以为的，可小空一直在逼我做选择，不管是宴会上闹事，还是把宝珠关在门外，他都是故意的。他就是想看我会选谁，那我就没办法了，我只能选择他。我活到现在没对不起任何人，唯独对不起我亲生的小女儿。宝珠晕倒，你甚至没骂她。如果是叶真这样干，你早就开始揍人了。因为我能感觉到小空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，我甚至不能确定他这份特别到底是好还是不好。如果他是个坏孩子，那也是我们的错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包容他，看好他，至少别让他闯出无法收的大祸来。好，就当我们重新回到20年前，再做一次新手父母。跟德国那边的合作可以告一段落了。不去我都不知道你真的做得很好。那边的执行总裁还托我给你带了礼物。对了，我听说你对叶家那个新来的小姐很满意，并且承认了和叶家的婚约，是吗？难得看到你对女人养硬死，那就如你所愿，订婚吧。不过毕竟是刚来豫州，总得需要家里人帮你把把关，约一下你这个小未婚妻，就说温家请她来做客。什么时候？就明天。百年家族，恐怖如斯。你可以随意发挥，我很期待。你就是叶空吧？我是温参的父亲温荣，欢迎你来到温家做客。我是叶空，谢谢您的欢迎，但我想先去洗手，不是我有洁癖，而是您有手汗。小空，你还在上大学吧？想和我们阿灿结婚，你觉得还需要准备些什么？想和温灿结婚，还需要准备什么？我还以为我们有婚约就够了。领证是够了，可是真的要结婚的话，我们总得确定你需要上哪些新娘课程吧？她不需要上课。当年我妈妈受过的委屈，我可不会让我的未婚妻再受一遍。你刚来豫州，对很多事不了解，我之后会慢慢跟你讲。现在带叶小姐去庄园里转转。叶小姐，请。阿灿怎么就选了这么个未婚妻？小莲少爷，今天又来钓鱼啊？这位是叶空叶小姐。我叫温莲，是温家旁支的孩子，因为身体不好受了大伯资助，现在算是大伯的养子。像我这样旁支的孩子，最近家里来了许多。待会儿吃饭的时候，你大概就能见到了。今天难道是什么特别的家宴？温家居然是这么相亲相爱一家人的温暖家族？当然不是，他们是来抢继承人位置的。大哥就算一辈子都站不起来，也不会影响他掌控温家的能力。我也不懂大伯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们父子俩关系远不如前了，搞得我很慌。你说你是温家的养子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来温家是7、8岁，那时候差点病死，是大伯收留了我。不过正式收养是这几年的事，我原本觉得没差别，不过大伯和大哥都同意了，我也就无所谓。那这么说的话，你也在继承人的备选名单上喽？别开玩笑了，叶小姐，就算担心大哥，你也完全不需要把矛头对准我。就我这个身体，能活到30岁都算我幸运了。我怎么可能去觊觎温家家主的位置？温氏这样的庞然大物，可不是我这种病秧子能承担得起的。人的欲望和身体的强弱是没有关系的。这世上有7、8岁的小偷，也有7老8十还对少女垂涎3尺的老头子。你如果想得到温家，就算你明天就会死，也不影响你今天为此做出行动。你没事吧？莲哥，我们来烤鱼啦！温莲哥落水了！是他，有人推温莲哥下水，杀人了！你这是杀人，你知不知道？别以为有大哥撑腰，你就能高枕无忧。你说话呀，心虚了。叶三小姐，看在两家关系的份上，我不会报警，但是我希望你可以自行取消和温灿的婚约。我无法接受一个会对病人下杀手的人来做我的儿媳妇。你都不问问是不是我推的吗？或者哪怕等他醒来问问他自己呢？还用问？我们这么多双眼睛都亲眼看见了，就是你把他推下去的。对，就是我推的。可你们难道就不好奇我为什么推他吗？要知道在此之前我可从没见过他，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。
无冤无仇的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因为说了温灿的坏话呀。怎么能？你胡说！他和大哥关系可好了。这么一想，他不光说了温灿坏话，还说了你们所有人的坏话呢。他说你们这些旁支全都是来抢食的鱼，肥头大耳，血脉低贱，恨不得给他大伯舔鞋子。他说你们是永远越不过龙门的蚯蚓，只配在泥里钻来钻去当鱼饵。你胡说！你胡说！哦，还有你啊，温叔叔。他说你是个心狠手辣的老不死，亲儿子瘸了就想一脚踢开。不过幸好他遗传了你的血脉，你能做到的，他也能做到。他说他是你的亲儿子呢，温叔叔。原来除了温灿，你还有私生子啊！叶小姐，我无意代替你的长辈管教你，但你刚才所说的话，不光是在污蔑温莲，也是对我，甚至对温灿母亲的严重指控。我只是听到什么说什么，何况就算温莲胡说八道，那也只是指控叔叔你吧，和死去的阿姨有什么关系？你刚来豫州，可能不了解。我和我去世的妻子是彼此相爱才结婚的，没有豪门垢血，我这辈子到死都不可能背叛她，哪怕她已经死去。那你怎么不跟着他一起去死呢？我是不懂了，但如果真的爱一个人，是会为他生，为他死的。温叔叔没有为妻子而死，难道是在为妻子而活吗？可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你妻子生下的儿子刚刚残废，你就要迫不及待地找人来接替他的位置呢？好了，你刚来豫州，对很多事情都不了解，我之后会慢慢跟你讲的。现在推我出去，去我房间。温莲真的跟你说了那些话？当然没有，全是我编的。你就不怕他醒来戳穿你？戳穿？凭什么他说的就是戳穿，我说的就一定是假的呢？当时湖边只有我们俩，没人能为我作证，也就代表没人能为他作证。就算是这样，你是怎么想到编出这些话的？也不完全是编吧，他看不起那些生新来的是真的。虽然看似是站在你的角度替你抱不平，可在我说起他也拥有继承人资格的时候，他特意跟我解释了一大堆他的身体状况，以表明他不敢肖想这个位置。但我一向觉得，要想掩盖欲望，最好的办法是忽略和无视，而不是反复强调自己不想要这个东西。越是强调，就越是在意。我确定他对你的位置有想法，所以这一点也不算我编的。那你最后说温莲是他亲儿子，这也是你推理出来的？不，这一条是我瞎编的。你是怎么想的呢？唯独这一条，只要做一下 DNA 检测就可以确定，你却要信口胡说。一旦结果证明他们不是父子，你刚刚说的一切就真的变成胡说八道了。那也不亏啊，温莲有野心却不敢表现，哪怕有一丝可能成为你爹的亲儿子，他都会感到兴奋和妄想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，你爹执意做亲子鉴定来证清白，并且得到了非父子关系的结果，他将会产生巨大的落差和自卑，从而对你父亲产生怨怼。哪怕他绝不承认，可越不承认，他就越如鲠在喉。这样一来，他和你爸的关系就必然产生分裂，而分裂一旦存在，就多的是你发挥的空间了，不是吗？你知道要想拿到亲子鉴定的结果只需要1个晚上吗？可能他都来不及去想这些。哪怕只有1分钟也足够了。欲望的滋生和膨胀根本不需要时间。最重要的是，在我说出口以后，你爸虽然表现出了极度的愤怒，可他却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提出去做亲子鉴定。或许你应该先下手为强，去拔一根温莲的头发。你没能把我女儿照顾好呢。我很抱歉，不会有下次了。希望下次我能等到温先生决定取消婚约的通告。那叶叔叔不用等了，不会有那一天的。我听说温莲已经性命垂危，他命硬，迟早会醒的。我父亲不许我主动解除婚约，不到必要时刻，我也不想先做那个背信弃义的人。我希望你能解决一下我女儿的口碑问题。今天在温家发生的事已经被人传出去了，你们温家还真是跟筛子一样啊！我会解决的。嗨，大神，我等你等的好苦哦！嗨，大神，我等你等的好苦哦！没事就好，温家有没有为难你？没有。你这是在干嘛？种花啊！你要跟爸爸一起来吗？大神，我也可以帮忙，我会园艺。我只是喜欢花，不是喜欢干活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乐队。
你是个天才，只要有你，我们一定能写出青史留名的曲子。我拒绝。为什么？是不是觉得无利可图？我们乐队在豫州贵族圈极有地位，只要你加入，我对你的社交生活负全责。你想认识谁，想对付谁，我都可以帮你。如果我坚决拒绝呢？那我就下次再来，总有一天你会答应的。好吧，你来给我当狗，我就答应你。怎么，不愿意？或者你更喜欢奴隶这个词？但总之，你都得叫我主人，意下如何呢？你们爷俩回来吃晚饭了，今天做了蟹黄包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先进来再说。哼，我可不敢进去，没有你女儿的允许，谁敢踏进你家的门？为了个灾星，你连家都不要了。他一回来，叶家就成了全豫州的笑话。妈，空空不是灾星。若非温灿如今是个废人，他能看得上叶空？当初我同意让他回来，本就是为了让他代替宝珠嫁给那个毫无前途的残废。宝珠娇养了20年，哪里受得了那种苦？可现在倒好，他在温家干出了那种事，惹恼了温荣。我看他连那残废都嫁不了了。你们这些蠢材！那你觉得我要怎么做才能让温家消气呢？当然是上门道歉。就算他们要以杀人未遂告你，你也得乖乖去被告席坐着。只要你听话，叶家还能保你过得舒服点儿啊。那我真是深感荣幸啊。若非温灿如今是个废人，他能看得上叶空？当初我同意让他回来，本就是为了让他代替宝珠嫁给那个毫无前途的残废。我看他连那残废都嫁不了了。来，让我找找温灿的微信啊，找到了，发送。再叮嘱他一下，让他把录音给他奶奶听听吧。知道了。喏，他说知道了哎，你开心吗，死老太婆？奶奶！都知道会被我气晕了，还要自己来找气受，受虐狂吗？我从不拦着人找死。妈妈，我饿了，我要先吃饭喽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，想问就问，不然你今晚要失眠了。宝宝，妈妈想知道，在面对你奶奶和宝珠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没怎么想啊，她就是个爱找我麻烦的老太婆。至于叶宝珠，看在你们的面子上，我已经对她很不错了。凡是我讨厌的人，我一般都会想方设法让她完蛋的。能容忍她到今天，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你为什么要哭？你在为叶宝珠害怕吗？宝宝，你到底是怎么长大的？是不是妈妈没有弄丢你，你就可以比今天无忧无虑10000倍？我好想知道你的过去，好想知道你小时候的样子，想知道你有没有好好上学，在学校有没有被人欺负，有没有好好吃饭睡觉，有没有大人会保护你，会爱你。可妈妈又好害怕，我怕你过得不好，我怕你比我想的过得还要不好。是我对不起你，妈妈该怎么做才能弥补你呢？没事，我过得挺好的，你别哭了。至于弥补，当然可以，我就是为此而来的。林心洲，你知道发好是什么意思吗？是要当我的狗，还是当我的奴隶？叶空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！你到底是个什么变态啊！所以，明知道我在温家推了人下水，你还敢答应我的条件，胆子很大吗，林小姐？我警告你，我家可是有警察的，你要敢让我干非法的事儿，分分钟抓你！让你学狗叫算非法行为吗？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除了唢呐，我还会一点吉他和风笛。哦，架子鼓我也会一点。我要验收你的水平。可以是可以，但时间由我定。那么从现在开始，林小姐，你就是我的狗了，记得要随叫随到哦。我本来在加州冲浪，听说你奶奶进了急救室才赶回来。你知道我的损失有多大吗？我听说你不肯认你奶奶。不是不肯，是不认为她是我奶奶。
算了，看在你搞定了温灿的份上，你记住了，家族永远是最重要的。谁敢真的干出对叶家有害的事，等着挨抽吧。我接下来要在片场住几天，叶空，你要和我一起吗？就当公费旅游了。不了，去过你的工作场所后，我发现你的日常更无聊。瞧，现在我有别的伴儿了。为什么有轿车不坐，非要挤公交啊？我们今天到底要干嘛？我今天还要去找一个人。什么人？找他干嘛？林小姐，你还记得你是狗吗？狗是没有提问权的。这里真是酒吧？那音响看着都要掉下来了。你要找的人在这里。这下面有什么？你找的人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？不会是什么在逃杀人犯吧？被你猜对了，我要找的人就是个变态杀人犯。你要是害怕，最好现在就滚。杀人了 ！Surprise！ 林小姐不用怕，我们这里可是正经公司。这是专报上流圈丑闻的豫州之风，你是这家报社的老板？老板和总编都是我，不过他才是投钱的幕后大老板。闲话到此为止，把这几年的分红卡给我。你今天是不是拿了卡就要跟我断交？你说要自己开工作室，你这个凭兴趣干事的脑子能开什么工作室？你不知道我办杂志就是为了让你随心所欲发表画作吗？我还能全自动给你赚钱，你为什想单飞？你有良心吗？就是因为你这么变态，我才不想见你。我不管，你要是不答应把工作室交给我，我就躺地上不起来了。我要在地毯上摩擦生活，烧死自己。别滚了，给你1周时间，我要发表我的第1本长篇漫画的第1会。要求是刊登漫画的杂志必须放在豫州每一家书店的招牌位置，我要一夜爆火，我要豫州整座城市到处都在讨论我的漫画。做得到的话，我就把我的所有版权都交给你。我就知道。对了，不是说要验收我的水平吗？刚好这里有乐队，我就懒得找别的时间了。戴上帽子，别被人拍到了。我都还没布置题目呢，他怎么就自作主张了？不需要题目，他随便展现一下自己，就很难有人不被折服的。这是什么曲子？我从没听过。这首曲子名叫《花之河》，是他自己写的。你居然还会独立作曲，你真的是个天才啊！我从不否认这一点。你有这种才华，叶家为什么现在才把你接回来？我看你比那个被叶家捧上天的叶宝珠优秀了100倍。我和叶宝珠是被报错的，她根本不是叶家的女儿，我才是。什么？那个八卦居然是真的？难道不是你为了让叶宝珠丢脸随便胡扯的？现在豫州都是怎么传我的？大家都说你是因为有精神病和躁郁病才从小被送到疗养院，这次接回来是以为病好了，结果又复发了。大家还说你就是因为突发狂躁症才把温莲推下水的。精神病、躁郁症，某种程度上来讲倒也没说错呢。挺好的，这么下去我以后说不定都可以正当杀人了。那还是不太好吧。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，凡人们准备颤抖着迎接神的降世吧！爆！大大，你知道不死妖吗？我的童年真神，在连载。
谁允许你爆我马甲的？你那么多马甲，让我帮你报一个有什么关系？你看看你的漫迷多想你。你再说了，爆出你是画童话的不死妖，总比让人知道你是那个画恐怖漫画，把一群富豪送进监狱的袁小七要好吧？童话漫画家不死妖新作群星引发全城疯抢，在此劝告大家，追星需理智，切勿动手伤人。怎么可能？1周之内拿到版号，完成印刷，打通各大书店，他怎么做到的？我怀疑真的有粉丝给他集资了。十一，你有出门逛书店吗？逛了会有惊喜哦。你作弊，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十一，你猜猜这位好心的赞助人是谁？你认识哦？爱说不说。是你的未婚夫温灿温先生。最近温灿有没有让你们办事？温先生让我们去投了一家叫花叶的杂志公司，花了前期投入，看意思是想长期合作。他拿我的钱去泡妞？怎么，担心我出轨吗？以我们的关系，就算你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也算不上出轨。我只是为了我的口碑，好吧？我只是有点好奇，我难以想象你会喜欢一个漫画家，还以粉丝的身份投资。我不喜欢他，也不是他的粉丝。那你为什么投资？但我妈妈是他的粉丝。我妈是个奇奇怪怪的人，她说哪怕70、80岁了也想当小孩，所以喜欢画童话的小屁孩一点都不奇怪。不死妖不是小屁孩。那我走了。留下来吃饭吧。你为什么不站起来？这里没有别人了，不是吗？你留下来陪我吃饭，我就回答你。就算你不拿这个当条件，我也会留下来的。我对自己的合作对象一向很大方。原来如此，那还真是谢谢你。你是不是把我当小屁孩了？可我的确比你大不少。哦，温叔叔。倒也不必，你胜负欲真是意外的强，这一点也很像小屁孩。要我叫你爷爷吗？一时的松懈总是会滋生出贪婪，哪怕只有一次，享受到了站起来的自由，就会想要一而再的制造安全空间，次数多了，总会有失误。你和别人说的不太一样，别人说你是因为车祸断了腿，接受不了现实才性格大变，但在我看来，你表现的就像一个真的断了腿的人，消极，没有生机，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哪怕是在没人的时候。难道除了身体保持残废，你还专门调整了自己的心理状态吗？真正在车祸里断了腿变成残废的另有其人。所以你是因为自责才消沉的？你认为是你害了那个人？不，我只是本来就是这种人。他没有在高兴，他在生气，甚至有些情绪失控。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你啊，你明明在生气，甚至有些情绪失控，难道你也没想到你会跟我说这些吗？为什么？如果你原本是心防很重的人，为什么要对我例外？就算对我例外了，你又为什么要生气？你是在对我生气，还是在对自己生气？非要找个理由的话，大概是因为你看起来就是那种绝对不会对我产生感情的人吧。什么怪癖？你是抖 M 吗？我不是。小屁孩的脑袋不要想这么复杂的事。群星是你投资的那部漫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和我记忆中的有些不同了。你也看过他画的童话，说说看有哪些不同？比以前更锋利了。他小时候风格突出，但那时还能看出天真柔软，可现在大概是愤怒。你的见解很特别，我一点都看不出他哪里愤怒了。你不看内容吗？好歹是你妈妈喜欢的漫画家。正因为是我妈妈喜欢的，我才不想看。你跟你妈关系不好？恰恰相反，过多的想念只会让我痛苦。妈妈，
你认识温灿的妈妈吗？她是怎么死的？车祸，刹车失灵撞到山石上，当场死亡。当时温灿就在车上，他妈妈开车，他坐副驾驶。事故后，温灿失去了那段记忆，心理医生说是 PTSD， 忘了也好，哪能接受看着母亲死在眼前，自己却无能为力的痛苦呢？妈妈，你还记得他什么时候去世的吗？具体时间不记得，但他的生日是在夏天，温家为他办过好多次生日宴会，正好就是今天。留下来吃饭吧，过多的想念只会让我痛苦，所以才不想在这种日子里一个人待着吗？你们夫妻俩是把我当玩具了吗？接下来几天有事吗？说有也有，说没有也可以没有。怎么了？没有的话跟我一起去滑雪，就像跟你哥跑片场一样，陪我工作几天。你边滑雪边工作吗？只是谈合同的地点约在滑雪场。只有我们俩去吗？不一定，宝珠也可能去，但在那之前我需要跟他谈谈。怎么，有问题吗？不，没有，我只是在想能不能再邀请一个人。林新洲，你可以叫上他，虽然没在豫州，但你好像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，因为我需要随时负责收拾你留下的烂摊子，比如你把温莲推下水企图杀死他这件事。你知道我刚从哪里回来吗？不会是温家吧？无论真相如何，只为了表面谣言，叶家也总该有人去看看温莲。爸爸去只会坐实你的罪行，只能由我去了。他醒了吗？醒了。这次滑雪场他也去，落个水就差点死了，他还敢去滑雪？没办法，项目马上就要启动了，温家总得有人出面负责。本来该负责这件事的人是温灿，但因为不愿退婚，他和家里闹得很僵，后来直接离开了温家。现在这个项目只能由温莲接手，那他也不容易的。所以你去吗？当然去，正好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见见他。姐姐，我要去豫皖滑雪场谈个合同，你要跟我一起去吗？真的吗？姐姐要带我出去玩？别急着高兴，夜空也去。我有什么好不高兴的？我正愁没机会和他好好谈谈呢。谈谈就不必了，我不觉得你们能谈出什么结果，我只是想看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可能和平相处，哪怕只是表面上的。姐姐，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，如果失败的话，我会把你送去国外留学。为什么？因为很烦，每一次听到你被夜空欺负的消息，我都觉得很烦。欺负人的是他，让你烦的人也是他，为什么要被送走的人却是我？因为他是不会低头的，同样的威胁若是说给他听，他只会转身就走。他没有走啊，奶奶不是也说了要把他送走吗？也没见他离开叶家。可奶奶被他气晕了几次，并且他还叫奶奶老太婆。我和爸爸妈妈都不想落得奶奶那样的结局，所以我们不敢威胁他。所以你就要来威胁我？因为这种威胁对你有用。你和夜空不同，你绝不会离开叶家，所以你一定会努力达成我的要求，不是吗？你3番5次挑拨奶奶，甚至拼着中暑也要晕倒在夜空眼皮底下，再这么下去，你是不是要拿着刀塞进他手里，让他捅你个半死？听起来就像在担心我一样。我的确在担心你，我很忙，不想再老是为了你们这点事操心。我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谈心，告诉我，滑雪场你要去吗？我有得选吗？去！至今都还敢在我面前撒气，却还觉得人人都在欺负他。你也看漫画？我知道这个群星最近很火，据说温灿也喜欢这个漫画家，甚至还给他投了钱。姐，咱家不是新投了游戏公司吗？可以观望一下这个漫画家。战略部已经在盯着了，但估计不太好抢。或许我可以帮忙呢，我小时候也看过他的漫画，算是半个粉丝。如果有需要，我可以以粉丝的身份去跟他谈合作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等你跟不死瑶谈合作的时候，记得让我跟着去看看热闹。你要去找到那个人，全世界最爱你，永远无条件选择你的人。夜空，夜空！做噩梦了？不是噩梦。什么意思？姐姐，你就是做噩梦了吧？难道是要人抱抱？也不是不行，那你抱抱我。这种话去跟妈妈说比较适合。下车吧。你怎么连你亲姐也勾引？不会说话可以闭嘴。还有，
什么叫野？虚无不就是你的裙下之臣？他看着你的眼神简直像个狂热的信徒。他明明是个变态，所以你才可怕啊！连变态和冰山清姐都能勾引。你信不信我让你在滑雪场学狗叫？叶宝珠正在用很可怕的眼神看你，他刚才肯定在车里看到你抱你姐头发了。现在就汪2声我听听。汪！瞧，他肯定是吃醋了。你要跟他争宠吗？亲人之间也会吃醋吗？我就不会。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姐姐，他是不是不高兴我和你走得这么近啊？哟，好巧，你俩还挺有缘，这就又遇上了。加害者与被害者，杀人者与被杀者，难道你姐是带你来跟苦主磕头道歉的？杜若薇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把他做过的事说出来就是过分了。温莲难道不是他推的？温莲都怕了你了，能对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下狠手，很难不怕吧？连自己奶奶和妹妹都能气晕，外人算得了什么？虽然是亲生的，和野种也没什么区别。你怎么来了？温莲邀请了我，不过是因为听说你会来，我才来的。是啊，我还算沾了叶小姐的光了，没想到还能在这儿碰到你们，是聚会吗？可不就是聚会吗？就是不知道叶三小姐肯不肯赏光和我们一起玩了。你会滑雪吗？当然会。我就不会，我甚至很少见过雪。那你今天可以好好玩一玩，我可以当你的老师。你腿都残了哎，怎么当老师？语言指导。也不是不行。夜空，你听不到别人说话吗？回叶家这么久，还没改掉没教养的习惯，到底是叶家教的不够。听起来杜小姐对我们叶家的教育方式很有些意见。夜空回来不久，的确跟你们交流不来。你们有什么想说的，不如来找我。听初姐，若薇一向是这个脾气，您别跟她计较。叶三小姐应该也不会介意的哦。待会儿我们向你赔个不是。夜空，你不会这么较真儿吧？哟，舔狗先生又见面了。还有你，这才是我们第3次见。为什么所有人当中，就你针对我最积极、最认真？我刚才思考了一下，突然想到一种可能。我说你该不会喜欢温灿吧？你在胡说什么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怎么可能喜欢？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？一个残废，一个要被杨子夺走一切的没用的残废。那就最好。我也希望你没有再打他的主意，毕竟他现在已经是我的未婚夫了，而我又是个占有欲很强的人。你把我往里面推，是已经订了房间吗？没有啊，但你肯定订了吧？哼，我想吃甜品。我带了甜点师。你也太贴心了。未婚夫的基本素养。哇，你可以挖得再有感情一点。哇，这次不错了。这是国内最大的室内滑雪场，温莲把它包下来了。这么大手大脚。温家一向是这个做派。那你呢？我不是。我喜欢热闹一点，尤其是和我无关的热闹。你真的占有欲很强吗？但你放心，我只对真正属于我的东西占有欲强。我本来也没什么好不放心的。我让甜点师去给你做点吃的。我要抹茶味的。行。你带游戏机了吗？没有。那我们还是出去吧，我推你去滑雪场转转。
那你还需要去换衣服，不然会冷的。你的衣服呢？我帮你拿。叶三小姐，秦小姐，你这是在帮温蹭试衣服？你找他有事吗？一点工作上的事，但是不着急，待会儿再说也可以。叶三小姐，我听说你方才说了很不得了的话呢，你真的觉得若薇喜欢温擦吗？他们两个可是从来没有过交集，甚至若薇平常说起温擦时，总是一脸不高兴，觉得他太优秀，也太傲慢了，做了一点普通的推理而已。优秀和傲慢这种评价在我听来更像是一种憧憬，不过无所谓，反正他已经否认了。看不出叶三小姐好像还有当心理专家的天赋，我本来就学心理学，若薇留下来了，之后的几天时间，叶三小姐还是小心一点吧，毕竟若薇可是出了名的记仇，这世上还能有人比我更记仇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本心理一家觉得这个姓秦的也喜欢你。你在嘟嘟哝哝说什么？小屁孩，你干嘛啊？真不爽。请慢用。天哪，加害者和受害者都说话了。温莲居然还主动靠近他，毕竟是温家的未婚妻嘛，她一个娘子不敢有意见也很正常，真惨。没听见吗？你怎么还敢靠近我？没关系，上次的事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可能我还不够见多识广，你的厚脸皮简直让我大开眼界。你在等阿灿？他坐着轮椅，想过来还需要人搬，我懒得等，就先一步下来了。那你姐姐呢？她这会儿还在房间里工作呢，你恐怕要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她。若薇和李英没下来呢？你总不至于连这个都要问我，我和他们可一点都不熟。果然，你真的很特别。在我醒过来却被告知你什么事都没有，甚至看都没来看我一眼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。就像现在，哪怕我们都心知肚明那场落水是怎么回事，你也依旧可以正常跟我对话。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？关于什么？关于我。当然是什么都没想啊。你别看我好像很闲，但我的大脑其实很忙的，需要思考的东西有无限多。我为什么要把脑细胞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人身上？你说我是很特别的人是吧？但很可惜，在我看来你是很寻常的人。我不适合任何运动，还是算了吧。以前学了半年散打，最后只学会了过肩摔。叶三，你怎么连滑雪都不会啊？要不我来教你啊，叶三小姐。叶三，你疯了，这样会摔断脖子的。知道会摔断脖子还惹我，不就是找死吗？受虐狂。小姐，先生叫您上去喝热奶茶。1分钟不看着就跟人打起来，那不是因为有你在这儿吗？我没在这儿你就不会这么干。当然了，我又不是他们那种傻子。怎么是苦的？因为我买的是纯茶。你已经喝了一杯很甜的奶茶了吧？待会儿甚至还要吃甜品，糖分太多了不好。你是我妈妈，就算是甜，也要是优质的甜。劣质糖分吸收太多了，岂不反而浪费额度？我保证，待会儿的甜品能让你超级满意。我突然觉得你比较适合温莲这个名字。你在骂我？只是夸你长得像出水芙蓉。果然是在骂我，还真是从没见过温大少这么平易近人的样子，对吧？这么说起来，我们是不是都算沾了夜空的光了？够了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是你想干嘛？怎么反应这么大？你不知道我很讨厌夜空吗？像他这飞上枝头就以为能当凤凰的乌鸦，我就是想看他笑话，怎么了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会帮你的。你知道，我一直都是站在你身后的。我听说，叶三小姐摔得很惨，关你什么事？所以你的口才都是从谈判桌上练出的吗？也不是，我好像从小就很擅长讨好我想讨好的人。这世上真的有你想讨好的人吗？我不是正在讨好你吗？我可是很少把口才用在如让人少吃甜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上。那还真是。叶三小姐不是不会滑雪吗？我来教你。我操！在场这些人里，我滑得最好。夜空，李英，你疯了吧？叶三小姐居然记得我的名字，哼，这可真是荣幸。你现在到底是在凭借你李英的身份这么嚣张，还是在凭借男性的力量压制我？无论哪一种，你果然都是我最讨厌的那一类人。放心，不会死的。
是可怜啊，天狗先生，你是在为杜若薇出气是吧？但看你这样子，你到底是在为杜若薇出气，还是在为你自己出气？是被我说中了，对吧？杜若薇真的喜欢温灿，我看到她眼睛肿了，是因为在温灿面前被戳破，还是因为即便被戳破了，温灿依旧没有多看她一眼呢？在人前都如此控制不住感情，那在背后，杜大小姐为温灿哭过多少次呢？尤其是温灿出车祸的时候，她是不是眼睛都要哭瞎了？而你有发现过端倪吗？我听说你们是青梅竹马，你爱她爱了很多年，这很多年里，她有为你哭过吗？但再怎么可怜，这也不是你拿我撒气的理由。我可不是那种会白白受气的人。叶枫，你疯了！你要杀人吗？放心，不会死的。我操！别打了！好好的弹吉他的手，居然用来打人，简直暴殄天物！行了，我没事了，死不了，我不会再动手了。叶空，你这个贱人！我不管你们在玩什么狗血苦情的爱情戏码，但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们，就算你暗恋温灿暗恋到死也好，这死舔狗要舔你到死也好，都不要再来惹我，不要把我和温灿扯进来。你胡说！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知道。就像现在你疯狂骂我以及想要揍我，到底是想为李英报仇呢，还是因为我是温灿的未婚妻呢？你想走？李英被你打成这样，难道你以为自己能全身而退吗？你不会真的以为只凭叶家就可以只手遮天吧？叶空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，彻底完蛋！啊，你不说我还忘了，李少爷，虽然我不确定你知不知道，但我就当你知道了。多年前，花河县福利院，李氏慈善基金。再见了，舔狗先生。站住！叶空，你别以为……住口！你说什么？是我先动手的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叶大小姐，你们家还真是带回来一个不得了的女儿啊！先是把温莲推下水，又把李英打得半死。你看到她把温莲推下水了吗？我问你，你看到叶空把温莲推下水了吗？我没看到，可有人看到了。你看他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都敢对李英下那样的重手，正因为他当着所有人的面都敢把李英打得头破血流，他才绝对没有推温莲下水。因为如果他真的做了，他只会像今天一样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嚣张承认。可他不承认，所以他绝对没有推过温莲。我会通知你父母，这件事叶家会给你一个交代，但没关系。什么？我说这件事到此为止，本来就是我先找事的。叶空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他真的是你们叶家的孩子吗？他以前在哪里生活？这不是李少爷应该关心的事情。她的确就是我的亲妹妹，我父母的亲生女儿，如假包换的叶家三小姐。好好休息吧。那下面是温泉，你待会儿可以去试试。你以前也来过这儿？嗯。你和李英谁滑雪更厉害？我。看什么？看欲望。就算只剩下一天生命，也还是会为权力和财富而不择手段。虽然我知道这种欲望客观存在，但我一点都不能理解。那大概是因为你想要的是钱和权力都交换不来的东西吧？你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或许你可以告诉我。我想要爱。想笑就笑吧。我们现在难道是在录什么情感节目吗？知心哥哥什么的？才不会有情感节目找我做嘉宾呢。如果是研究精神病，倒是有可能会找我。为什么想要爱？你的父母难道不爱你吗？据我所知，他们都很偏向你。不知道啊，大概因为没有拥有过，所以才无法判别吧。你呢？你拥有过吗？那种全世界最爱你，只爱你，无论把你和谁放在一起，都会永远无条件选择你的爱，你拥有过吗？有过。谁？我妈妈。不意外，据我观察，这种感情几乎总是出现在亲人之间。我真的很好奇啊，人为什么可以那样不计代价的去爱另一个人呢？全世界最爱一个人的感觉是什么？被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爱着又是什么感觉？你有经验，你能跟我分享一下吗？
看来我姐姐是真的喜欢上温灿了。你见过温灿和人接吻吗？明明是连绯闻都从来不传的人。不是要给李银拿衣服吗？走电梯。大概就和泡温泉一样吧，每一颗细胞都在热水里彻底舒展，暖洋洋的，会有种无处不在的安全感。无论你在哪里睡着，都会有人来叫醒你，让你去吃热腾腾的早餐。你干什么？你眼睫毛上有灰尘，你一个大男人睫毛那么长干什么？我妈小时候给我剪过，据说这样长得长。你们有谁看见夜空了？没看见，之前他一直跟温灿在一起。我倒是看见了，他好像去泡温泉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偷看他泡温泉？你不会被他绊了一下就迷上他了吧？受虐！闭嘴！我只是在1楼看见他往那个方向走了。你们觉不觉得夜空和传闻中的有点不一样？哪里不一样？我觉得他比传闻的还要疯。不，我突然觉得他不像是那种会因为嫉妒而发狂的人，相反，他疯的还挺有美感，挺高级的。夜空，就像泡温泉一样，无处不在的安全感。夜空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不会是在温泉里睡着了吧？没有。那你就是自己沉下去的。你在想什么？我总不会是想在这里自杀。你这么紧张，到底是因为我是你妹妹，还是因为你喜欢我？这有区别吗？当然有，前者只是客观事实，后者却有关于情感。你真的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都是在这种评价里长大的。放开我，很痛。你真讨厌，暴力女。姐姐，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跑来泡温泉了，也不带上我？我果然还是更喜欢独一无二的东西。你干什么？看了还不懂吗？欺负你啊！姐姐，你也看到了，不是我不想跟他和平共处，是他对我根本没有一点善意。那也没办法，谁让你不是亲生的，却占了他的位置20年呢？我操，低血糖了！夜空！我醒了，天哪，居然是公主抱，这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被人公主抱。你还行吗？低血糖过了那一阵就好了。那你下来自己走。不要，但你可以背我。你不是下午才吃了一大份甜品吗？怎么还会低血糖？我贫血啊。现在已经好很多了。15岁到17岁期间，我贫血到随时随地都能晕过去的程度。那时候睡觉都睡不好，半夜会在心悸中醒来，经常耳鸣。有一次，我本来正在翻窗户，想从房间里爬出去，结果翻到一半突然头晕，差点没摔死我。为什么要翻窗？你这么背过叶宝珠吗？小时候背过，真好啊。我小时候可没有姐姐背我、牵我、抱我，比我大的人都爱揍我，他们会把我的床弄湿，把我的饭盒砸碎，还往我的衣服上乱写乱画。但这些都毫无新意。那最有新意的是什么？最有新意的是，他们像种花一样把我埋进土里，只留下一个脑袋在外面。多亏了他们，那个晚上我第一次全程见证了星星的升起与落下，然后我就画了我至今为止最满意的一幅星空图。有时间给你看啊。怎么不走了？我很重吗？是啊，重死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一点都不胖。你应该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太弱鸡了。先生，还要去探望吗？不了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小空呢？我听说他晕倒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就是有点低血糖，晕了1分钟都不到。那等你回来了，我们去医院做个全身体检。不要，我不去医院。为了低血糖去医院太浪费额度了，我每年只能去2次医院，多了我会死的。这孩子胡说什么？不行，必须去。喂，空空，宝宝，怎么妈，黑屏了？下次再说吧。如果实在担心，让医生来家里检查也是一样的。好吧。对了，宝珠呢？她在哪儿？2个妹妹相处的怎么样？没闹矛盾吧？没有。那她人呢？在和她那些朋友玩，你知道，她在这圈子里朋友很多。好吧。你对妈妈撒谎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可怜，我以为我可以做一个公平的姐姐，可直到我听见你在孤儿院遭遇的冰山一角，我才发现，你那被夺走的20年，分明是一段漫长煎熬的时间。而我光是想要对你们公平，就已经对你很不公平了。因为我突然发现，你好像是一个天生就擅长让人疼爱的妹妹。什么？
你这句话有点怪怪的。没什么，我好像没听懂。你干嘛？我来给你们送早餐。他醒了吗？我专门让餐厅做了粥。不是姐姐你说的吗？要我和他好好相处。我已经想通了，我以后会多多让着他的。毕竟家和万事兴嘛。毕竟我一直都最听姐姐的话了。他在遗憾什么？遗憾我突然的友好，让他失去了能把我送走的机会。他还没醒，谢谢了。怎么还跟我说谢谢？姐姐也太客气了，我们可是一家人。过5分钟我。在谈合同之前，我们之间有一件事需要解决。小叶总尽管说。在签合同之前，我要你发一则声明，或者发朋友圈什么的都可以。总之，要让所有人知道，不久前在温家，夜空没有推你下水。我知道了，其实我已经说过不怪他。如果小叶总需要，我也可以发正式的免责声明。不对，错了，温莲少爷，我要的不是这个。我要的是你对那场事故原原本本的陈述。我要所有人都明确知道，你落水和夜空没有任何关系，他从头到尾没有做出任何企图伤害你的举动。叶总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可若不是他推的，我该怎么向大家解释我的落水呢？总不会是我自己找死吧？或许呢，现场仅有你和夜空2人，而他绝对没有动手推你。你到底是怎么掉下去的？小叶总到底是怎么确定他没有动手的？但据我所知，在我晕倒期间，他在温家可是亲口说过，就是他推的我。你也说了，那是在温家，就犹如现在在这里。如果我说你必须要按照我说的做，我才会继续跟你谈合同。温莲少爷，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？传闻中小叶总是个成熟的决策者，一直遵循绝对的利益至上。可今天看来，传言不可信啊！温氏财团在豫州还从没遇到过需要求着人合作的项目。这次合作就算告吹，损失更大的也绝不会是温氏。叶氏的投入比我们多，损失只会加倍。这一点，难道小叶总不知道吗？你说的对，但是不需要求着我合作的是温氏，而不是你温莲吧？在急需证明自己的能力，从而完美顶替温灿成为温氏新任继承人的情况下，你难道不是要求着我合作吗？据我所知，现在温家盯着你的人不少吧？温灿在的时候，他们又恨又怕。可温灿要下位卸任，他们却会成为最挑剔的反对派。因为虽然温灿在位时独断专权，却给他们带来了比以前翻倍甚至翻10倍的利益。你要想取代他，没那么容易。而和叶氏合作的这个项目，就是你的第一份投名状。如果从这里开始你就失败了，自己也知道结果的，不是吗？我在叶家拥有足够的权利，哪怕我的决策让集团亏损数亿，也没人敢当面质驳我。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我迟早会成为叶氏的主人。可你呢，温莲少爷？你在温家，在温氏，敢做这样的主吗？如果你拒绝，那就满足我另一个条件。这个项目，我要温灿来跟我谈。阿灿残废之后，就再也没管过公司的事。他是腿残了，又不是脑残了，刚好拿这个项目向你们温家证明一下。今天之内发声明，做到我的要求，明天项目继续。叶空，温莲发朋友圈了，他正式澄清你没有推他下水了。你好惨，被叫了那么久杀人犯，他们都该来跟你道歉。晚餐不要吃太多，容易积食。这也是叶庭初的功劳。那我真是敬谢不尽。你真的要任由温莲上位？你们不是已经在谈合作了？那小叶总应该知道，温莲能力不错，是个能担大任的人。我有时候真的不明白你在想什么。你不可能真的是因为腿残了，所以性情大变，失去野心。但我也实在想不通你的目的。温莲的确有些能力，但能担大任与开疆拓路可不是一个概念。我原本以为你是想带着温氏冲得更高更远的。冲得更高更远又有什么用呢？换来更多的利益，而更多的利益换来的却是一阵臭味。小叶总，难道你不觉得吗？越是有钱的地方，就越是散发着腐朽的味道。在豫州也是如此，传承越久的所谓豪门贵族，就越是臭不可闻。就如同温家，我在那栋据说有几百年历史的庄园里长大，已经闻够了那种恶心的味道，所以不想一辈子都活在那样的空气里。这很难理解吗？所以你是想趁机彻底脱离温家，脱离温氏？
而夜空就是你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而选中的工具。说工具也太难听了，我们应该是互相合作的关系。当然，现阶段来看是他对我的帮助更多。是啊，然后你的回报就是对有关他的糟糕传言视而不见。别告诉我你对温莲的诬陷毫无办法，就算是要脱离温氏，你也完全可以想出更加强势和万无一失的手段。可你选择和夜空订婚，就是在用自侮的手法达成目的。我不清楚你到底想干什么，但无论如何，不要再牵连到我妹妹，否则你的愿望恐怕很难达成了。小叶总有2个妹妹，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只有一个妹妹，那就是夜空。明白了，毕竟我的敌人已经够多了，可不想再多一个小叶总这样可怕的敌人。算了，我已经想通了。上帝给你打开了一扇门，就必然会关上一扇窗。我被关上的那扇窗显然就是和运动有关的一切。别浪费时间教我了，我甘心做一条四肢退化的鱼类。和你待在一起做任何事都不算浪费时间，何况我也很久没这样休息过了。哇，你本来就这么会说话吗？显然，上帝给我打开了所有的窗和门。真是难得看到小叶总和人这么亲密的样子。我姐姐对家人本来就很好，是吗？可在我的印象里，她也从没在旁人面前对你这么亲近过，至少近几年是这样吧。小叶总可是出了名的工作狂，我还是第一次看他闲下来的样子呢。毕竟冉秋姐是外人，平常能干我姐姐的时间也不多，她在家里经常陪我玩的。我只是想说，至少在我面前不要这么笑，你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嫉妒和羡慕，这是很正常的事，哪怕是朋友之间也会有独占心理的，更何况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。要知道，血缘可是这世上不可切割的丝带，只要有这条丝带在，他们就永远密不可分。我知道了，冉秋姐，谢谢你。今天怎么在家？节目暂停出这，导演给我放了2天假。给你一个人放假？2个人，另一个人是佟小雨。哇哦，让我看看怎么了？这不是很有意思吗？曲木，你个死变态，太狠了吧！你在看什么？不准看！把报纸给我！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总是和舔狗很有缘呢。谁是舔狗？把报纸给我！快看这条，说你为了追佟小雨，还在下雨天守在他门前一整夜，最后晕倒在人家门口了。天哪！我没有。还给我。给他吧。好吧。去哪儿？杀人。他随口说的，只是去找人算账而已。找这个转稿人，他要怎么算账？最多也就是让这个记者辞职退圈而已。那如果这个记者死活不肯辞职呢？那就让这家报纸倒闭。你会帮他吗？当然，他是我弟弟，就像你是我妹妹一样。可是这家报纸是我投钱开的。这就是你之前说想好的新闻标题。用词是不是太温柔了些？下次还有更刺耳的呢。你知不知道他正在找你？意料之中，可惜我这里可不是那么好找的。要想来跟我算账，他还得先5关赶6将呢。我现在可是有后台的人了。你最好悠着点，我可不想我的投资全部打水漂。我把自己打水漂都不会让你的钱打水漂的。对了，你这几天没上网都不知道群星已经爆火成什么样了，你赶紧把第2话发给我，我打算再建一个专门的漫画论坛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哟，未来大舅子。据说这报纸被你们江氏投资了，把这个人的资料全部给我。你今天是作为我公司旗下的摇钱树在对我提要求，还是作为叶家的2少爷在跟我谈交易？前者，你可以开始解释了。好吧，我对能干的员工一向很宽容的。简单来说，花叶杂志是被我投资的超级潜力股，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正式收购它，但那是迟早的事情。所以，看在它未来会给我赚更多钱的份上，我是不会把它的名字告诉你的。一家毫无名气的杂志社，能比我赚的钱还要多吗？我只能说不准。好吧，既然江大少坚决不肯泄露消息，那我就只能自己查了。还请温先生下次不要乱攀亲戚，我可不是你的大舅子。你这大舅子脾气居然意外的好，我本来以为他就算不砸了我的办公室，也会砸了我的桌子。我也很意外。你这新的合作伙伴，怎么看着跟你大舅子有仇啊？叶二在圈子里这么多年，一直被人说性格死烂，狗都不敢惹。结果报纸上居然说他在外面做舔狗，还说的那么详细，就像亲眼看到了一样，太搞笑了。就算是为了忽悠他，你的借口是不是也太烂了？什么超级潜力股，我这个真正的投资人怎么不知道？谁说你是真正的投资人？虽然的确是你临时兴起的决定，但你不是以我们江氏的名义投资的吗？这里面肯定得算我一半啊。看看吧，只看了封面没看内容吧，否则我不信你看不出来这部漫画会有多大的潜力。这是才刚出了第1季，发表了1周的新漫画，
讨论度已经超过了不少热门漫画的多年积累了。只要不死妖不出错，这部群星迟早会成为一个吸金的无底洞。实体单行版、电子书签售、漫画周边、动漫制作，还有 IP 研发、粉丝经济。一部漫画的成功，有时候会比捧出一个超级巨星还要值钱，因为漫画本身就有可能捧出超级巨星。我本来还以为你是在知道了对方的潜力后才投资的，现在看来，你只是单纯的运气好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牛逼？最近我身边的年轻人都在讨论这个。这杂志发行数量太少，现在都成了限量版了。某二手平台上最高一本能卖300多呢。花叶杂志估计就是靠这部漫画拿到投资的。真哥，要不咱们就花钱删帖撤热搜就好了，或者找公关部开会，把这个舔狗的说法变得好听一点。最好让大家觉得你是重情深情，而不是舔狗。继续调查花叶杂志主编，一定要把他们的公司地址找出来。实在不行，找几个私人侦探。那热搜还撤吗？要不要换上新词调，比如号影帝最深情的那7年？我不需要什么深情或者舔狗的人设，我只想再也不要和他扯上关系。综艺也推了吧，我来付违约金。现在大家都知道真哥有多爱你了，那报纸上说的肯定都是真的，我都怀疑是真哥自己找人写的，就为了向你表白。真哥，我还纳闷你今天怎么没在呢，原来是去干更重要的工作了。拿着1人份的工资，同时给2个人当助理，你不觉得辛苦吗？不辛苦啊，只要你和小雨姐能好，我干10个人的活都行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用干我这一份了，自己去人事部领工资，滚蛋吧。叶真，你站住！你要开除小黄？为什么？就因为他跟在我身边，还是因为他刚才说的那些话？叶真，你能不能不要总这么意气用事？你没别的事干了吗？童小姐，我要开除我的员工，应该跟你没关系吧？你要开除你的员工是和我没关系，但如果你开除他是因为我，那就怎么样？我问你，如果叶真是因为你才要开除他的助理，你又要怎么样？你要阻止他吗？当然，我总不能让一个无辜的人废了我而丢了工作。妈，我们到楼上办公室去说吧。哼，你可真是出息。童小姐，你还是搭下一趟吧。什么意思？我在自己公司还没有自由上电梯的权利吗？我只是希望你没有想要参与别人家庭会议的想法。我对你们的家庭琐事不感兴趣，我只是要对被我连累的人负责。我要和我妈说话，童小姐一个外人，留在这里不太好吧？我是为了小黄的工作。知道了，我会给他另外找一个有潜力的艺人，保证他不会丢掉工作。真哥，叶真，他可是从你出道起就一直跟着你了，你真的要因为一点小事就这么拘轻？既然童小姐自觉有事要和叶真谈，那就做吧。正好我也有事想问一问你。妈，怎么？早几年你不是一直期盼着我能见一见他吗？今天我真的来了，你怎么反倒不愿我和他对话了？以前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，现在已经不是了。那就交给童小姐自己决定吧。我是为了小黄的工作。黄助理，你还站着干嘛？我是让你出去。那我的工作……我儿子都说会给你找个靠谱的艺人了，你为什么非要跟着他？是他给的钱更多，还是让你占的便宜更大？叶夫人，在您眼里，是不是所有人接近你儿子都是为了你家的钱？黄助理，你还是快出去吧。如果不想真的彻底丢工作的话，之前我跟着叶真上过几次班，
10次里有5次你不在他身边，有活也都是小兰在干。这么不务正业，叶真留你到现在，已经算仁至义尽了吧？童小姐只听到你在她耳边说的好话，只怕并不清楚你对叶真不上心到这个地步。你是不是以为只要当好他们俩之间的红娘，你就能永远在叶真这里拥有一席之地，甚至将来他俩结婚，还会把你当媒婆一样感谢？等一下，关于童小姐刚刚说的话，我很感兴趣。什么叫在我眼里，所有接近我儿子的人，都是为了我家的钱？坐吧，我想你应该有很多话想跟我说。你已经2天没回家了，上哪儿去了？在公司附近的公寓。你知道这几天我在外面，人家都是怎么说你的吗？连你爸都在饭桌上被人笑话，说他儿子是个情种。妈，别生气，喝茶。谢谢宝贝。我会尽快解决舆论。你要怎么解决？我已经在查这家杂志社和撰稿记者的身份了，查出来就让他发布澄清和道歉，说这都是不实新闻。那不是不实新闻，那篇稿子上写的都是真的。所以呢，你想表达什么？在我看来，那样爱着我的叶真很温柔，很有魅力。可在您这个母亲眼里，却只觉得丢脸，是吗？童小雨，你们家的人嘴皮子上下一碰就可以轻易让人丢掉工作，还如此轻描淡写。但同时对你们来说，叶真成为别人口中的情死舔狗，却是一件天大的事，你们不觉得很荒谬吗？我有时候真的不懂，对你们这种有钱人来说，亲情到底是建立在利益上，还是血缘上，或者是建立在希望对方幸福的心愿上的？叶真和我感情最好的那2年，也一直都在为你们的态度而忐忑痛苦。可你们却连见都不屑于见我一面，哪怕是在他离家出走的那段时间里，你这个母亲也从未……童小姐，或许我可以陪你出去走走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先告诉我。跟你出去？然后听你对我说一些我只配在台上唱歌跳舞取悦别人，和我配不上你哥哥之类的屁话吗？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姐妹之间又能有多大的差别？除此之外，你难道还能跟我说别的？童小姐，你未免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我妈今天来找叶真，主要目的只是想让她不要因为一点舆论就一直逗留在外不肯回家。看到你在，以及听到你说这些，全都是意外，没有人专门为你而来。若非你主动坚持要参与进来，现在我和我妈应该已经走了。你是在骂我自作多情？这不叫骂，我只是阐述事实。现在你愿意跟我出去待着吗？我妈只是想和她几天不见的儿子说句话。站住！我要你先为自己无礼的态度向我的女儿道歉。想要我道歉？先让您的另一个女儿叶宝珠为她的无礼向我说对不起吧。事情发生了，总要一件一件解决的。妈，别生气，咱们今天来可不是为了找气受的。你和叶真好好聊。你干嘛？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？不然故意把我叫出来干什么？我把你叫出来只是为了灭火啊！你看不出来我妈生气了吗？这么说来，你是在帮我喽？要我跟你说谢谢吗？你爱叶真吗？当然不爱了。这个动作，这个表情，就像在明明白白的告诉每一个人，我在说反话哦，你千万不要误会了。你不是演员吗？演成这样到底是故意的，还是你演技本来就很烂？你果然不愧是姐妹，你和那个叶宝珠也没什么不同，把我叫出来也只是为了换种方式羞辱我。如果在你看来，有人说你爱叶真就是在羞辱你，那我给你提个建议啊，从今天开始把叶真当成陌生人，就算是擦肩而过也不要给他一点余光。至于今天这样插手他管理员工，插手他母子对话，甚至在他妈妈面前说什么他爱我的样子很温柔，这种话都绝对不要再有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肯正面回答我呢？把叶真当作彻底的陌生人，这样就算他对你还留有感情，久而久之也自然会放弃的。这样你就再也不用烦恼了，不是吗？还是说你想要的就是他的不放弃？你想要的就是这样藕断丝连，永远不会结束的，永远受人瞩目的爱情？永远受人瞩目？你以为我很想受到这种瞩目吗？说到底，你还是和叶宝珠一样看不起人罢了。真是令人作呕。你现在一副看吧，你总算露出真实面目，
要开始羞辱我了的表情。难道不是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干嘛要羞辱你？我说的令人作呕，指的也不是你，而是你们之间的爱情。来之前我特意查过了，朕与 CP 被人津津乐道的7年长跑，分分合合，藕断丝连，街头亲吻或者街头吵架，在采访中隔空对话，隔空吃醋，每一处细节都轰轰烈烈，在很多人眼中，这好像就是爱情的证明，真是令人作呕。你口口声声说不爱，却在第一次看见我误会我是叶真新女友的时候，好几次都对我露出了复杂的表情。你口口声声说不爱，却又那么理所当然地插手着叶真的事，理所当然地任由叶真的助理时常跟在你身边。他应该对你说过不少好听的话吧，甚至也对你透露过叶真的动向。我没有。不要否认，仔细想想，到底有没有？比如，真哥可没有接近过别的女人，真哥心里还是只有你的。这种话你敢说小黄从没说过吗？在他说这些的时候，你是什么心情呢？不敢细想的开心，不愿承认的自得，因为被叶家人伤了自尊，你不肯承认你爱他，那你自然也不会承认这些细小的情绪，所以你理所当然的忽略了这些细节。就算你说的都是对的，那也不能证明我爱他。我或许只是虚荣心作祟。哦，别误会，我并不想证明你爱他，相反，我正要说，你们或许根本就不爱彼此，而这份爱情最令人作呕的就是这一点。明明根本就不爱彼此，明明谁都不肯为对方付出更多，却两个人都把自己当成了受害者，同时还要不干不脆，藕断丝连，给看客们重复上演轰轰烈烈的分合。你们不是被爱情捆绑在一起的，你们只是被利益、被舆论、被习惯、被观众的目光捆绑在一起，却还自以为那是爱情，又偏偏不肯承认自己想法的两个孬种。我虽然没有经历过，但我见过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，即便有着很多不同的表现方式，可归根垫底，这种感情只会存在于甘愿为彼此付出的两个人之间。你说我说的对吗，叶真先生？